你绝对没想到参加荒野独居压力这么大。瞧瞧凯莉，都装扮成社畜在那交流，突然娇羞扭捏起来，像不像你女友撒娇的样子？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42天，还有6名选手留在场上。亚当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寻找食物，而是要装扮成一只松鸡。光是这样还不满足，要给大家上演一场好戏。先是假装外面有人敲，他看到松鸡上门要吃的。瞧瞧亚当这僵硬的笑容，仿佛在说这啥玩意，甚至还拿起浆果在那仔细打量空气。看来荒野独居又把1名选手搞疯，尴尬表演后是时候干活了。随着气温越来越低，亚当要给自家窗户弄个隔热百叶窗。之前捡到的木板就非常有用，里面的钉子能够将其固定好，最后再把这里密封好。具体成品看起来还不错，就不知道待在里面暖不暖了。镜头来到汤姆这边，自从上次摔伤后，他整个人就变得特别萎靡不振，基本上没有怎么休息够。要是再摔一次，他就只能躺着离开了。与刚来时相比，汤姆已经瘦了30多斤，再这样下去肯定坚持不到最后。打算狩猎一头河狸填饱肚子，这是他唯一的机会。只要狩猎到，还能在这里多待几天。外面天还没有亮，汤姆就跑到湖边等待。要知道这里的河狸可是版本陷阱，即使狩猎到也不见得是好事。强忍着难受等了好几个小时，毛都没有看见一条。亚当只能回去继续啃苔藓，他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兔子了。要是节目组过来提险，自己肯定是要被劝退回家的。一想到这，变得更加网易云了。想着去弄些粘土填补缝隙时，一不小心又狠狠摔在地上，疼得他哇哇叫。现在站起来都觉得困难，膝盖都已经肿胀起来。简单处理过后，还是没啥效果。与其在这里折磨自己，还不如回去吃大餐。很快节目组接走汤姆，谁也没想到会在同一个地方摔2次，不知道其他选手表现如何了。要说谁最有可能获得冠军，那肯定就是华裔小哥提莫了。刚刚才狩猎到一只肥美的松鼠，就是靠着手中的棒槌搞到。他还在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时，有一只松鸡跑了出来，立刻拿起弓箭寻找目标，慢慢靠近过去。眼看松鸡快要溜远，直接一箭射了过去。下一秒就看到提莫拿着松鸡过来，这么大一只，又能吃好几顿了。亚当只要闲下来就会想念家人，他很想立刻回家看看，但是为了50万奖金，只能多找些事让自己忙碌起来。亚当在附近找到不一样的河流，这里一看就知道是河狸的地盘，要是能早点发现这里，亚当肯定能囤积到不少肉。沿着河流探索，在丛林里面看到有兔子脱落的毛，果然在不远处就有只兔子，立刻拿起弓箭瞄准目标射过去，轻轻松松获得一只大兔子。有了这肉，又能多潇洒几天。回到营地进行烹饪，好久没有闻到肉香了，泪水都快要从嘴角流下来。烤好兔肉比什么都香，亚当恨不得把骨头都吞下去。要是这兔子能多来几只，他觉得暂时不回家也不是啥问题。湖湾这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已经好几天没吃过像样的食物。他也知道深水区那边鱼最丰富，但是没办法跑到那边，每天只能望着那鱼解馋。码头并不算牢固，他还想继续延伸到更远的地方。这要是掉进水里，那可真是BBQ了。现在鱼线可以甩到更远的地方，一会的功夫就有鱼上钩了。钓到的鱼都不是很大，不过胡安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回到营地弄成一大锅鱼汤，胡安很想直接顿吃完，但他的胃一直在抗拒，真是食物就在眼前，却一口都不下。要不是为了50万奖金，他是真不想吃。与刚来时相比，胡安已经瘦了40多斤，这鱼肉必须得强迫自己吃完。胡安整晚都在往嘴里塞鱼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吃啥恶心的。这种情况估计的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凯莉也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大黑牙，怎么刷都弄不干净，都怪那浆果太好吃导致。他试着用着草木弄成牙粉，理论上应该能够中和刷干净，在镜头前刷了10几分钟，还是那么黑。看来回去得好好洗牙了。眼看天色不早，是时候去狩猎射鼠了。为了确保弓箭能回收，他对箭进行了小小的改造，将线吸在末端，另外一端在卷盘上，这样就可以射击后顺利取回箭和射鼠。凯莉来到岸边整理弓箭时，有只射鼠正慢慢靠近，幸好凯莉察觉到了，立刻拿起弓箭瞄准，然而还是慢了一步，让他逃脱了。这可把凯莉气坏，只能回到营地怀疑人生。他很好奇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先给自己打气加油。凯莉感觉整个人精神了不少，又来到熟悉的地方，这次凯莉就盯着湖面看，
很快就发现有水泡冒出，射手就躲在那边，立刻拿起弓箭瞄准射击。凯莉终于狩猎到射手，立刻回营地烘烤，这吃起来就像鸡肉。凯莉觉得这跟河狸差不多。杰线为了搭建个豪华的庇护所，把自己累得不行，他还觉得庇护所能变得更好，想弄更多的苔藓覆盖上去，但是那位一直不舒服。杰线已经好几天没吃过像样的东西，今天的陷阱还没有收获，肚子变得更加难受了，现在连水都喝不下，他觉得自己可能感染到什么了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脱水晕倒。同时为了让肚子舒服点，他将木炭混入水里面搅拌，希望这样吃下去能治好胃痛。虽然说木炭能缓解一下，但是杰线的身体还是非常虚弱，甚至还把刚喝下的水吐了出来，直接化身成喷水枪。这下处境变得更糟糕了。在第46天时，节目组过来体检，凯莉虚弱到没力气回应了，只能躺在床上。经过简单的检查后，已经有胃穿孔的迹象，杰线想继续留下来实在太难了。就这样，又一名选手退出比赛。目前场上还有4人，看来这次冠军很快就要诞生了。不知道大家更看好谁呢？